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蛋炒饭是一种常见菜肴，经专家考证，卵褐是一种用粘米饭加鸡蛋制成的食品。有人推断，这可能就是蛋炒饭的前身。那么，蛋炒饭是先炒蛋还是先炒饭呢？一直以来呢，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。今天分享大家正确做法，简单几个步骤，让你也炒出饭店里边粒粒分明的黄金炒饭。一起跟着视频学学吧。首先准备一碗昨天吃剩的米饭，这会剩的米饭呢已经起坨了。我们先用手像这样抓一抓，把起坨的米饭抓散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一定不能省。做蛋炒饭的米饭呢也是很关键的，想要炒出来粒粒分明，我们要选择粘性不是很强的大米。还有蒸米饭加水的时候呢，注意水量，水太多蒸出来的米饭太软，也不适合炒。比平常蒸米饭的水呢少一点为好。这样选的话，炒出来的米饭颗粒分明，就很容易成功了。将米饭抓散后呢，我们先将其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准备3个本地公鸡蛋，我们将鸡蛋一个个打入碗中，然后用勺子再将蛋黄蛋白分离出来。分离出来的蛋黄，我们用筷子将其搅散开，搅拌至细腻拉丝状后，我们将蛋黄直接放入米饭里边。再下手将米饭蛋黄抓拌均匀，根据米饭的量加蛋黄，确保蛋黄可以包裹住每一粒米就行。这样一来，每粒米饭呢都是金黄色的，这样的蛋炒饭呢才好吃。相比于米饭是米饭，鸡蛋是鸡蛋，就有不同的味道。虽然都能吃，但是味道上呢还是有些许差别的。这样混合在一起就好了。先将其放在一边，至于蛋清也不会被浪费。同样的，先用筷子将其搅打散开，然后呢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什么都可以。我这里准备了孩子们都爱吃的火腿肠，将其切成薄厚适中的片，再切成条状。最后切成小丁，也不要太大颗粒了，不然不容易混合入味。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准备了一个红菜椒，我们先把辣椒籽去掉，再对半切开，切成条状。这种菜椒不辣，用来搭配既能丰富营养，又能增加色彩。一样的切成小丁。颗粒大小尽量都差不多，这样炒出来呢也会比较漂亮。好了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玉米，我们把玉米粒剥下来，多少根据你要制作的炒饭多少来决定。跟着再往里边呢加入一把豌豆，然后加入清水。我们先将其抓洗干净，然后控水，捞出沥干水分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最后我们再切点迷人小香葱，无论是炒粉炒饭，加点小葱，口感会更香哦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后，我们把玉米粒还有豌豆放进来，焯水1分钟，焯水至断生后，用漏勺控水，捞出沥干水分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然后把锅烧干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大火把油温烧至7、8成热。这时我们可以把火腿丁还有红椒丁放进来，中大火把火腿炒出香味来，时间不要太长。这样就可以出锅了，盛出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进入主题了，炒锅烧热，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稍微停顿几秒钟，将打散的蛋清倒进锅内，
等待蛋清定型，跟着用铲子炒碎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不停地翻炒，一直把蛋清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这时就可以把米饭倒进锅内翻炒了。米饭入锅后，我们可以用铲子压一压，碾一碾，这样米饭呢会分离得更快。翻炒个5、6、7、8下，一直翻炒至炒出金黄的米粒，多炒一会，炒干。米饭水分越少，颗粒越分明，越不容易起坨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炒好后，把刚准备的配菜都重新倒进锅内。这时就可以跟着调味了，加入少许的灵魂毛毛盐，少许的鸡精调味，再来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增香即可。快速用铲子翻炒入味。这里喜欢金黄的米粒，就不要加生抽、酱油这一类带颜色的调味料了。当然，如果特别喜欢酱香味的朋友，就自行考虑了。喜欢辣味的朋友呢，还可以加入自己平时喜欢的辣椒，一起翻炒，这样入味后呢，就会更加的美味。最后撒入迷人葱花，增香点缀。翻炒均匀后呢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好吃又好看的鸡蛋炒饭就做好了，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金黄金黄的，装入盘中即可享用美食。蛋炒饭做好了，和之前的做法对比呢，中间有一步不一样，只需要先将蛋黄倒进米粒里拌匀，分开处理。做出来就又好看又好吃。没时间做饭的朋友，干脆来份蛋炒饭吧，加上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绝对是男女老少通吃的美食。对于剩饭的最佳处理做法，就是用它来做炒饭。而要说炒饭中十分经典的一道美食，就是蛋炒饭。有了鸡蛋的加入，不仅炒出来的米饭呈现金黄色，而且味道呢也非常美味。蛋炒饭成功与否的关键是鸡蛋液有没有裹到米饭上，能够更好的沾上调味料，炒出粒粒分明的黄金炒饭。大家这下记住了吧？为啥饭店里面的蛋炒饭要更好吃的原因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